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今天我們來聊一個，聽起來可能有點硬，但相信我，這絕對是未來10年整個科技業最重要的戰場。晶片，我們要談的不只是晶片本身，而是決定它未來的關鍵，一場關於新材料的戰爭。長期以來啊，半導體這個產業都遵循着一個神主牌，叫做摩爾定律，對吧？意思就是說，大概每2年，晶片的性能就能翻1倍。但這個定律現在已經直撞上了一堵物理學的高牆。簡單來說，我們玩了幾十年的那個把東西越做越小就是王道的遊戲，已經玩不下去了。OK， 所以你看，以前的策略很單純，就是想盡辦法把電晶體做得更小，塞得更多。但現在這條路算是走到盡頭了。新的遊戲規則是從根本上改變我們製造晶片的方式，也就是導入全新的材料，還有更複雜的3D 架構。這不再是一場直線衝刺戰了，而是一場真正考驗基礎科學實力的立體戰爭。好，那我們就先來聊聊第一個重點：縮小晶片的物理極限。我們現在已經進到一個全新的領域了，你知道嗎？那個尺寸單位啊，已經不是我們以前常講的什麼幾奈米了，而是更小的埃米。這基本上就是在討論單一顆原子的直徑了。為什麼這場戰爭這麼重要？因為賭注真的太大了。在 AI 和各種智慧裝置的推動之下，整個半導體產業的產值預計在2030年就會達到一個很驚人的數字，1兆美元。這幾乎是現在的2倍。這代表什麼？這代表着誰能掌握下一代晶片的製造技術，誰就掌握了未來全球經濟的命脈。那所謂的埃米時代到底是什麼意思啊？你可以這樣想哦。大概在28奈米那個製程節點之後，工程師們就發現一個很殘酷的事實：就算我們繼續縮小電晶體，它的性能提升也越來越有限，甚至還會出現漏電之類的問題。這就像你開車，油門都已經吹到底了，但那個時速表就是上不去。這就表示我們需要的是一顆新的引擎，而不是繼續改裝那顆舊的。既然不能再靠縮小來贏，那怎麼辦？很簡單，我們就必須靠蓋得更聰明，還有用的材料更不一樣來突破。好，這就帶我們進入今天真正的核心——材料科學的革命。我舉個例子好了，現在最頂尖的電晶體架構有一種叫做 GAA， 全名是全環繞炸擊。你可能聽不懂，沒關係，我講個比喻你就懂了。想象一下哦，以前的電晶體就像一個平面的水龍頭，你只能從上面控制水流。但是 GAA 呢，它就像是把好幾根細細的水管堆疊起來，然後用一個閘門把它們360度完全包圍住。這樣一來，對電流的控制能力就大幅提升，而且還更省電。這就是從2D 平面思維進化到3D 立體結構的最好證明。當然啦，GAA 只是其中一個例子而已。你想想看，要在一個比你指甲蓋還小的地方塞進1兆個電晶體，那得用上多少黑科技啊！比方說，像蓋立體停車場一樣，把記憶體往上疊的3D NAND 技術，或是把供電線路藏到晶片背面的背面供電技術，還有把不同功能的小晶片像樂高一樣精密堆疊起來的先進封裝。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你真的可以記下來。所有這些技術的背後，它們共同的基礎就是材料科學的突破。沒有新材料，這一切都只是空談。好，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了哈。在實驗室發明一個新材料，聽起來很帥，對吧？但你知道真正的噩夢是什麼嗎？是怎麼把它整合進一個有將近2000個步驟的超級複雜的產線裡面，而且還不能出任何差錯。這才是這場戰爭最困難的地方，也是台積電這種公司真正的護城河所在。我們來看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過去，晶片裡面用來連接電晶體的那些微小導線，主要材料是鎢。但是，當導線細到跟原子差不多粗的時候，鎢的電阻會突然飆高，它就變成一個絆腳石了。所以，業界現在正轉向一種新材料——鉻。因為在這麼微小的尺度下，鉻的導電性就是比較好。聽起來不就是把材料從 A 換成 B 而已嘛，能有多難？錯，
大錯特錯。這件事引發了一場超級可怕的骨牌效應。第一，囤的原料是氣體或液體，但母的原料卻是固體，所以你得設計一套全新的系統，去精準的加熱和輸送固體原料。第二，換了材料，原本用來磨平晶圓表面的拋光液就不能用了，你得開發新的配方。第三，新的拋光液會留下新的殘留物，所以你又得開發新的清洗液。第四，新的清洗液又需要新的過濾器。你看，光是換一個材料，後面就有4、5個大工程要全部重來一遍。有一家叫 Entegris 的公司，他們的技術長 Jim O'Neill 就講過一句話，我覺得超經典。他說，你只是想把膜放進結構裡，但下游的一切都跟着改變了。這句話完美點出了半導體製造的精髓，每一個環節都緊密相扣，真的是牽一髮而動全身。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當製程變得這麼複雜，成本又這麼高的時候，戰場上唯一的勝負指標就剩下2個字：良率。也就是說，一片晶圓上面到底有多少比例的晶片是好的、可以用的？良率就是你家印鈔機的效率。而且這裡有一個更驚人的事實要告訴你：現在能夠導致一顆數十億美元產線報廢的微小瑕疵，它的尺寸已經比檢測設備用來看見它的光的波長還要小了。這等於是說，晶圓廠裡的工程師們，他們基本上是在一片漆黑的房間裡作戰，他們根本看不見那個殺死他們產品的兇手是誰。良率到底值多少錢？我給你一個數字，你感受一下。對於做最先進的邏輯晶片廠來說，良率只要提升僅1%，一年就能增加5億美金的利潤。5億美金，這就是為什麼那些大廠願意砸下天文數字的錢去換那看起來微不足道的1%。在這種看不見敵人又絕對輸不起的戰爭裡面，傳統那種在實驗室裡試試看，不行再換一個的土方法早就行不通了，太慢太貴了。所以新的英雄出現了，那就是數位工具，也就是透過電腦進行大規模的模擬與運算。我們正在用演算法來對抗原子等級的挑戰。那這種新方法的優勢到底有多大？你可以想象一下哦，傳統的實驗室研發可能要花你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但是用數位模擬，利用計算化學和物理模型，科學家可能在幾天或幾個禮拜就搞定了。這根本不是同一個量級的速度，對吧？就像你從走路直接升級去搭高鐵一樣。那這些數位工具具體能幫上什麼忙？首先，它可以幫你大海撈針。比方說，今天有50種可能的候選材料，模擬可以直接告訴你哪5種最值得你投入資源去實驗。其次，它能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不只是知道這個配方有效，而是從原子層面去理解化學反應的機制。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它可以快速解決問題。當客戶的產線出了狀況，急需解決方案時，數位模擬能在幾個月內找到方向，而不是像過去一樣要花好幾年。聊到這裡，我們要把視角拉得更遠一點。這場材料戰爭，它影響的不只是你的手機跑得快不快，它更深刻地關係到整個社會、經濟，甚至是我們地球的未來。大家都知道 AI 很厲害，但你有想過它的代價是什麼嗎？其中一個巨大的代價就是能源。AI 資料中心的耗電量已經高到非常恐怖的程度，甚至在美國某些州已經造成了電網的壓力。你知道最誇張的例子是什麼嗎？微軟他們為了確保 AI 資料中心的電夠用，竟然在考慮要重啟一座幾十年前差點發生核災的三裡島核電廠。當一家科技公司需要考慮重啟核電廠，你就知道這個能源問題有多麼嚴重了。所以你看，未來半導體產業要面對的挑戰不只是技術而已，還有好幾個巨大的逆風。第一， AI 的巨量耗能問題。第二，地緣政治風險，很多關鍵礦物像是鉀和銨，都高度依賴特定國家的供應。第三，環境挑戰，很多製程中不可或缺的化學品，像是 PFAS， 正面臨越來越嚴格的環保法規。那麼，在這樣一個充滿挑戰的未來，到底什麼樣的人才是最搶手的？這句話就是答案。最有價值的技能是具備數位能力的領域專家。也就是說，未來產業需要的不再是單純的化學家，
或單純的數據科學家，而是能夠結合這兩者的人才，一個懂化學、懂物理，同時又能善用 AI 和模擬工具來加速研發的跨領域專家。這才是未來10年最稀缺也最有價值的人才。最後，我們來丟一個更大膽的問題收尾。你可能覺得很扯，但我們用來製造晶片的硒，也就是沙子的主要成分，有一天會不會被我們用完？根據一些機構的推算，如果數據量的增長速度不變，到了2050年，我們可能真的會面臨沒有足夠的硒來製造晶片的窘境。這也催生了一些非常科幻的研究，例如用 DNA 來儲存數據。這聽起來很瘋狂，但它也告訴我們，人類面對挑戰的想象力是沒有極限的。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摩爾定律的終結開啟了這場以新材料和新架構為主導的埃米戰爭。第二，我們理解到每一個微小的材料改變都可能引發製造流程上可怕的骨牌效應，讓良率成為一切的關鍵。第三，要贏得這場戰爭，數位模擬工具和能夠駕馭它們的跨領域專家將是我們手上最強大的武器。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期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